被一句话毁掉的10年友谊。5年前的一个深夜，我接到老友李明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在颤抖。你知道吗？张伟居然在背后说我靠关系上位，我们可是大学室友啊！电话这头的我血气一下子冲上头顶。张伟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这种背刺行为简直不可原谅。第2天同学聚会，当张伟笑着向我打招呼时，我冷冷地回了一句：靠关系上位的人当然懂得怎么拉拢人心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张伟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周围几个同学投来惊讶的目光。3天后，我才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真相，那些话根本不是张伟说的，是公司里一个嫉妒李明晋升的同事散布的谣言。我试图道歉，但裂痕已经产生。10年友谊，因为一句未经核实就接的话，破碎的难以修复。这件事让我付出了沉重代价，也让我开始反思，为什么我们总是急于接话，却不懂得沉默的力量。沉默不是软弱，而是战略性的留白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快速反应的时代，微信要秒回，争论要立刻反驳，批评要马上辩解。社交场合中，沉默常被误解为迟钝、无知或软弱，但真正的高情商者明白，不接话往往是最有力的回应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曾分享过一个关键谈判技巧，在对方提出不合理要求时，保持沉默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的眼睛。大多数人在长达30秒的沉默中会开始不安，然后主动降低条件或解释自己的立场。沉默创造了心理空间，让冲动退场，让智慧登场。心理学家研究显示，人们在受到批评或攻击时，大脑的杏仁核情绪中心会在0.1秒内被激活，而前额叶皮层理性思考区需要至少6秒才能启动。这6秒的差距就是祸从口出的科学解释。当我们学会在这6秒内保持沉默，就避开了无数人际关系的地雷。我的导师曾是一家上市公司高管，他告诉我，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来自一次董事会斗争。当时，一位竞争对手在关键会议上公开指责他负责的项目管理混乱，预算超支，并提供了精心挑选的数据支持。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，等待着他的辩解或反击。我的导师只是平静地翻看着手中的报告，沉默了整整1分钟，然后抬头说：王总提出的数据很有意思，我建议我们成立专项小组，在下周5前全面审计这个项目，向全体董事汇报。会议后，我问导师为何不当场反驳，他笑着说：第一，在情绪激动时辩护只会显得心虚；第二，他精心准备了攻击，我仓促回应必然漏洞百出；第三，沉默让我看清了还有谁在附和攻击，谁是真正支持我的。1周后的审计报告显示，项目不仅没有超支，反而比同类项目节省了15%的成本。那位挑衅的董事此后在公司的威信一落千丈。有时候，不接话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在等待事实为自己说话。2019年，我参与了一个国际商务谈判项目，对方代表在陈述合作条件时，多次提到行业惯例、标准做法等词语。我们的首席谈判官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说话，只是偶尔点头做笔记，直到对方结束陈述，期待我方回应时，谈判官才开口：您刚才37次提到了行业标准，能否具体说明是参照哪个协会的哪一版标准文件？我们研究过全球18个相关标准体系，发现差异很大。对方代表显然没有料到这一问，支吾了许久，无法给出具体答案。后续谈判中，对方明显更加谨慎务实，最终我们拿到了比预期优越的多的条件。沉默的倾听往往比急于回应能捕捉到更多关键信息。家庭治疗师发现，夫妻吵架时最伤人的话往往出现在接话循环中，一句比一句声音大，一句比一句更尖锐。学会在冲突中按下暂停键，是关系修复的关键。我的朋友陈静分享过他的经历，
每次和丈夫因家务分工争吵，她总是忍不住接话反驳。后来她尝试了一个方法，当感到情绪即将失控时，她会说：“我需要20分钟冷静一下，我们稍后再谈。”然后走到另一个房间。神奇的是，这20分钟的沉默让90%的争吵没有升级。她说，沉默的时间里，我反而能想清楚自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，而不是执着于谁对谁错。沉默的4种智慧境界。第一境，知而不言。公司里总有些消息灵通的小喇叭，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信息需要验证，观点需要沉淀。项目经理赵峰是公司里最晚知道八卦的人，但却是最早被提拔为总监的人。他的原则是，听说的事，除非验证，否则不出自我口。第二境，懂而装不懂。真正的智慧不是炫耀知识，而是在适当的时候隐藏知识。教育专家发现，最好的老师不是那些立即给出答案的人，而是懂得用沉默引导学生自己找到答案的人。这种苏格拉底式沉默激发的是独立思考能力。第三境，怒而不发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要求他的学生每天睡前回答3个问题，其中第一个就是：今天我是否保持了应有的沉默？情绪管理高手都懂得，愤怒时说出的话，最终都需要用10倍的和解来弥补。第四境，胜而不辩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”真正有实力的人不需要通过言语争论证明自己，就像成熟的麦穗总是低头，空心的麦秆才在风中喧嚣。实用技巧：如何修炼不接话的艺术？技巧1：创造缓冲期。当被问到棘手问题或面对挑衅时，使用这些缓冲句式：我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，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我们是否可以稍后详细讨论？让我确认一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。技巧2：练习倾听式沉默。在对话中刻意练习321法则，听完对方讲话后，默数3秒再回应。这简单的3秒能极大提升回应质量。高阶练习是3分钟沉默倾听，在对方表达时，完全专注于理解，不构思反驳，不准备建议。技巧3：建立个人仪式感。一位资深法官告诉我，他在宣判前总会停顿10秒。这10秒沉默是对法律的敬畏，是对当事人命运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权利的警惕。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创造这样的小仪式，在重要决定前，在回复敏感信息前，给自己一个沉默的仪式空间。沉默背后的科学：为什么大脑需要空白？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我们处于沉默状态时，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被激活。这个网络负责整合信息，产生洞察，理解他人意图和规划未来。简而言之，沉默时大脑在做最重要的工作。每天刻意安排15分钟的数字沉默，远离手机、电脑等干扰，能让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决策、增厚、杏仁核、情绪反应中心活动减弱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伟大创意都出现在洗澡、散步这些不接话的时刻。沉默的力量，从个人修行到社会价值，在个人层面，不接话的智慧保护了我们的关系、声誉和内心平静。在社会层面，这种智慧更加珍贵。想想看，如果更多人在转发前沉默3分钟核实消息，网络谣言会减少多少？如果更多人在分歧中选择先倾听而非反驳，公共讨论的质量会提升多少？如果更多领导者在决策前给自己沉默思考的时间，糟糕的政策会避免多少？沉默不是真空，而是智慧孵化器；不接话不是逃避，而是战略选择。开始你的沉默实践，从今天起，尝试这些小小改变。在群里看到有争议的消息，等待30分钟再决定是否回应。当家人抱怨时，先完整听完，数到5再说话。每天睡前问自己，今天有哪些话忍住没说，让我感到庆幸。最高明的沟通艺术往往表现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里。正如中国古语所言，水深流缓，人贵于迟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
懂得何时不接话的人，掌握了真正的主动权。那些最难忘的对话，往往不是由精彩的话语组成，而是由恰当的沉默点缀。在你说下一句话之前，请问问自己，这句话非说不可吗？现在非说不可吗？有我非说不可吗？如果答案不全是肯定的，那么也许沉默就是此刻最高智慧的选择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没接的话，在未来会拯救你的一段关系、一个机会，或是一颗完整的心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你有没有因为忍住没说话而避免麻烦的经历？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，沉默可能成为逃避？你身边有懂得沉默智慧的人吗？他们给你什么启发？点赞并订阅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高情商处世智慧。